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现在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去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会开直播，我们的导师呢都会在线帮大家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好，接下来呢一同认识今天来到节目的几位情感导师。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大家好，我是莎娜。如果生活赠予你一颗酸柠檬，希望大家有勇气能把它榨成一杯甜美的柠檬汁儿。大家好，我是雷鸣。谈恋爱的时候相处很容易，真正结婚相处那才难啊。大家好，我是曲伟。爱会在细节里生长，也会在细节里消亡。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刘先生32岁，来自天津，职员；郑女士27岁，来自天津，职员。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认为你们之间最大的矛盾是什么？任何我想进步、想往前冲、想赚钱的这个想法，他都跳出来第一个反对。他只是享受最后胜利的结果，而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这段婚姻最让你没有安全感的原因是什么？他投资老是先斩后奏，我永远都在提心吊胆。结婚这1年，你最心寒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可以为他付出所有，但他却在那里计较得失。你觉得跟他相处最大的疲惫感来自哪里？不知道他下一个宏伟计划是什么，让我觉得这个家随时可能会因为他的一个冲动而垮掉。你还相信你们能走下去吗？我真的很累，我希望他能是我生活中并肩作战的战友，而不是一直在拖我后腿。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结婚1年了。这1年就觉得累了，这之后这日子咋过呀？他有时候太激进了，会先斩后奏。比方说这段时间看黄金涨势很凶，他可能会先去跟我商量这个事儿，我们要不要去投资一点。但是我这个人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人，我目前看不到这个回报，因为你不知道最后到底是赔还是赚。所以在他跟我说不通的时候呢，他就背着我去把我们的理财取了出来，花了很大一笔钱去买了黄金，而且也是在这个买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跟我说的。挣了吗？目前看是挣了。对吧？刚才雷老师还说呢。不，那他也有赔的可能性啊。你为什么说那个可能性呢？我解释一下啊。解释。就是首先啊，我们俩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就是我如果说今天刷手机，我看见我黄金涨，咔，我就一大笔钱我就买去了，那绝对是太武断了，是我不对。我是大概1年多以前，就是我俩那阵儿没结婚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研究，包括说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一直给他讲，我说你买点，我就给他分析。你是有什么判断的依据是吧？就你自己分析市场的一个依据。我给他举了好多的例子，给他列出了很多的数据，他最后也听了一点，最后买了10克，买了20克。我说你这东西你这点技术不可能挣钱的，我说你不如去买首饰呢。这个时候就特别听话了，就啪到周大福买了个项链。我关心一点啊，就是他说你动了你们家那个理财，对，这个是你们2个人共同财产的几分之几，还是全部？基本上80%、90%吧。说是先斩后奏是没有毛病，但问题是什么呢？跟他讲是讲不通的。你眼看着那个东西咔就要起来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没有办法，我那赔了我也认了。而且我俩结婚之前也都说清楚了，有什么事情就是投资就是怎么买这个买那个什么的，他听我的。但是呢，所有钱要放到他那儿。那也是在商量的基础上。对啊，那也不可能说是你自己偷摸取出来去干这些事儿。我有没有跟你商量？你商量了，你那要通知我，你的答案已经很明确了，我就要干这个事儿。所以现在女士，你认可你老公的这个投资眼光了吗？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分事儿。我就是觉得他完全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你在这个粉饰，你知道吗？你买了10克、20克，你这叫听了我的话？对呀，那我觉得那是闲钱，我就算赔，我就算跌。你现在又不需要大笔的钱。但是我觉得我目前是需要的，而且我手里有存款，我是很安心的呀。我以后如果说我有了孩子，我肯定会要付出很大一笔钱，我必须要有用的。这个钱绝对不是存出来的，包括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他没有任何的这个理财观。我俩出去玩去，
每次都花的都完全超出我们两个的这个预算。对，直白一点讲，就是父母就是想要什么，父母给什么。他之前看演唱会，一年看就是从初中到现在啊，一年看10几场，就不管到哪儿，就那人在哪儿开，他追去哪儿看。对，基本上是不说门票钱，就光这个机票酒店就不少钱。他也很委屈，他说我跟你结婚之后，我一年就基本砍半了，一年就5、6场，而且我生活质量下降了，他还一直要说我花钱多。那问题是我也不可能一下子从100变成10，变成20这样。那你之前开演唱会那些钱都是哪儿来的呀？我没有他说的那么夸张，就是开到哪儿就是走到哪儿，我也不是什么富二代。我就是比如说周边，你像山东啊、河南，我觉得没问题。那些钱我也跟您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说就是父母给生活费，然后我也跟同学会在学校里做一些那种小买卖，比如说我们卖那个之前卖过水果捞，你知道吧？然后但是你不用说这个，然后我觉得。我上大学，这个问题，你主要是从哪儿来的？我父母给。那我觉得啊，还是我的生活费，我从生活费里去攒的，对吧？而且我有这个爱好。问题我每次门票也不会说是看多贵的，我觉得完全可以支撑。不找黄牛，而且也不是，就是还记得解释啊。而且就是也不是说我每个月都去，我2个月一去，我有可能就是3个月、4个月这样去一场，哎，遇上一个近的，我觉得完全够我自己的这个开支。然后我跟他结婚以后，他就跟我说，你1年必须看2场。所以那你看今年我就去了2地儿嘛。你自己的这个支出，你跟收入，你得至少得挂上钩。对吧？你得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规划，咱也不是说，就我也不想让他冲动消费。这个东西你分析一下，如果说哎它值的话，或者说是咱这个长期主义，对吧？它这个可以，比如说我买个电脑花个几万块钱，能用好些年，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俩观念不同，他觉得你买任何东西都要有用，但是你有时候女生不说女生，光说我自己吧，你可能会刷社交软件，刷什么视频。你看到这个东西很好玩哎，也不贵，几块钱，我就是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买了一堆的破烂，比如什么，这都是小件一些卡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觉得是破烂，就比如说那种盲盒娃娃，但是我跟他结婚以后，盲盒已经完全不买了，包括那种毛绒的玩具，我就是已经不买了。那这个演唱会我也少看了，衣服包括这个逛街来说，我之前可能就是我1、2周我就要去买衣服。我现在我1个月、2个月，我可能都不见得买1身。你自己平心静气的说啊，是你买衣服的频率少了，你多少衣服标签都没撕就处理了。那个是我，因为我朋友开服装店的，他有时候卖不出去的衣服可能会让我挑几件，或者直接送给我。我觉得那个衣服我穿着有点不太合适，我直接就给人了。我觉得这完全没有问题，但他就只认住了这一件事儿，就开始一直说。好多件衣服，你看他就总觉得好多件，就是没法沟通。你俩谈恋爱谈了多长时间结婚的呀？就1年。那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有发现，就是俩人的这个对于消费的观念有这么大的差别吗？也有啊。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挺懂事的，就是你给他讲理，他至少能听得进去。我以前就这样，只不过他现在特别敏感。你们俩结了婚之后，这日子过得咋样？在一起相处磨合的怎么样啊？生活习惯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有，我认识他之前啊，我是跑那个马拉松，就跑半马，包括健身啊什么的，但是他就一点运动都没有。然后我想带着他一块儿运动，我就觉得你年轻人，你天天下班了之后，就你回家沙发上一待，我觉得特别的看着没有精气神儿。我说你动一动，对吧？我说你长得也挺好看，身材也挺好，我说你稍微练一练，整个气质就会特别好。但是怎么说都没有用。他慢慢的带着我也懒了，我就也不。他非得说是我带着他，他经常在外地工作，可能每周末才回来。他去一个地儿就要办一个健身卡，但是根本就从来办一张健身卡只去1、2次。你俩打算啥时候要孩子呀？就近2年呗。啊，父母催吗？也不催。你们跟双方的父母相处的怎么样？我觉得还可以吧，只不过有时候可能他会觉得我给双方父母花钱的问题上比较抠。他不光是给父母花，他给我也很抠，就跟自己很大方。不是你都好那么多张健身卡了，然后你媳妇儿对你还抠？比如说自己买个包花这么多钱，然后我买个电脑花这么多钱，他都不乐意。我哪儿不乐意了？我是觉得你那电脑本来就能用，你就是不乐意。其实包括有时候我给他买裤子，我觉得他天天在外边跑，他需要，而且他也就是这个年龄了，我觉得需要几身好一点的成套的衣服，我专门去给他挑的。
结果我给人家之后，人家给我来了一句：“你赶紧退了吧，太贵了。”然后包括我给他买外套也是，太贵了，我不要，就让我退。所以这就导致成了我对他很抠。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他觉得我没抠，对方会觉得抠？是因为女生在该大方的地方觉得这些东西是没必要的啊，可以不要用这么贵的。在其他的地方呢，他是舍得的。但在男生的角度是，我需要的这些东西，你可从来没大方啊！你矫情来矫情去的，对吧？所以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物质消费的这个角度不一样，观念不同。所以你俩今天来这儿，主要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咱俩走到一起了，就是说，并没有把这个钱看到头一位的。但是你之所以你把感情放到头一位，所以你才会选择跟我结婚。但是你不能说结完婚之后你就躺平了。然后我想要干点啥呢？你还就不去支持我，反而还最后拽着我，没有这个理财的脑子，也没有这个赚钱的动力。但是呢，每天把着钱拖着我后腿儿。你现在趁着没有孩子，你折腾折腾，你不要天天吃老底儿，就那一点点小家底儿，你吃完了以后你还吃啥？而且他这个生活，我觉得他没有这种向上的这种劲头。这个是我想表达的一个最核心。希望他有点向上的劲头，支持你的决定，对吧？对，至少一块商量。对，商量不了，因为你这一做，上哪儿跟你商量呀？我说一下我的意见，我觉得不行，然后你转头背着我，你就把钱拿出去，那这是咋商量？这不是商量，这不就是通知吗？因为你已经做好了我一定要干这事儿的决定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在投资理财上，听你的。哎，对，别犹豫，赚了咱俩的。赔了能你一人承担吗？那怎么行呢？对呀，那怎么行？赔了我不得跟他一起？对呀，风险共担。对呀，这下没演唱会听了，这就所以这不就是人家姑娘难受的地儿吗？姑娘，你的诉求是什么？我的诉求是，我觉得他每天的想法真的太多了。我有时候都觉得我很累，有时候周末你可能上班或者下班以后，我就想可能没事躺在那儿我看会儿剧啊，我玩会儿手机，我周末也想多躺一会儿。他不行，他每天都要在你耳边叨叨，因为他比如说他今天想到干这个了，他就会一直催着你也去帮他一起看，我不看他还会生气，因为我对他说的这个东西我根本不感冒，所以我根本不想。对，所以他的这个要求不光是你别拖后腿，你得支持我。他不光是支持，你嘴上支持不行，你还得跟我一起行动，参与进来，但是我并不感兴趣啊，因为钱都在他那儿啊，我干不了啊。那把钱给你行吗？你爱干啥干啥。他不给我，他不给我。人家直乐，你这什么主持人呢？上来就我把钱都给他。不是，我就假设一下。你们上场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养眼的一对儿。到现在听下来，我觉得可能你们的结合却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一个就像个哈士奇，每天喊着你玩啊玩啊玩啊，出去啊出去啊野呀。你呢是个猫，一天到晚就只想我想睡，我想舔毛。他却说不行，有斗志，起来玩呀，兄弟起来玩呀。于是两个人就是变成了一个狗一个猫，没有办法在一起待着了，待在一块儿不快乐。你还在误以为它是一只装睡的狗狗，他却以为你其实可以跟他一样是一个在家里头安逸着的猫。你千万不要觉得妻子叫做不上进哈，因为在一段婚姻里头，我们要求两口子一起上进的结果，那真的是两口子各自忙各自去了。家不是用来比谁上进谁更有野心的，家其实是大家放下了我们在外头拼搏的狠劲儿之后，回来可以依偎一下，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的。你老婆是一个很好厮守的人，你千万不能够嫌她这一种低能量和懒洋洋的状态而觉得这一个女人好像在拖我后腿。没有她帮你稳着这些，可能您也会因为急功冒进而导致很多损失。所以现在有老婆在后头拉一下，其实是件好事儿。两口子能好的哈，未来是会好的，不要嫌自己的丈夫。周末让他回来，看到他的时候告诉他，我可以用1天的时间陪你玩，另外1天你得陪我宅着，或者允许我自己宅着，这样就好了，慢慢磨合，会好的。结婚了，虽然时间不长，但你们身份已经转变了，不是你想投资就投资，而且拖后腿这句话不对，你俩不是合作伙伴，我的合作伙伴拖我后腿了，人家凭什么不能兜里留点钱呢？万一你要真赔了，这个家真的临时出，别说养孩子，
就现在突然家里边出了一些大事儿，自己去脑补啊，掏不出钱怎么办啊？你说的没问题，我都研究好久没问题。世上没有100%的事儿吧？万一呢？这个是不是应该在你投资的一个考虑的点里边？反过来，人家要投资，你为什么不支持他呢？你的丈夫研究这么长时间了，你多少得有一些基础的信任吧？你买基金为了什么呀？不也是为了挣钱吗？只是它稳健而已，对不对？就是说你不是接受不了投资，只是你觉得风险在我这儿太大的时候，我是舍不得去冒这个险的，对吧？然后你这事儿干的也挺绝的，夫妻共同财产直接把基金全卖了，然后去买黄金，是这次是胜利了。万一要是赔了，你这媳妇还要不要了？你还能哄回来吗？这一下全赌进去了，那这一辈子你都别想从他手里拿钱去投资去了。所以我说有些事儿你们两个人啊，好好协调协调，在家庭理财上你们两个人应该互相让一步，互相听听对方，然后两个人多交流沟通一下，不要把自己锁在自己的圈子里。好，结束。你给他的东西是你喜欢的，比如说你给他买衣服，你觉得哎呀他应该有一身特别贵的衣服，是因为你自己就喜欢买衣服，而他感兴趣的是在于那个电脑啊，就这些电子产品带给他一些满足感的话，那他就会觉得哦，我老婆对我真好。你现在的好他看不到，因为你对他的好不在他的可视范围之内。接下来再说这个商量这件事儿啊，商量叫什么？商量是我心中无答案，我需要跟你来共同探讨出一个答案。而您的商量是，我已经做完一大堆的背调了，这么多的资料数据都已经拿出来了，我是给你洗脑来了。所以在他这儿，他就会觉得你每天都在跟我叨叨这些事儿，叨叨这些事儿，他就会很累，你也累。你累的原因是，你看我都跟你商量了，你又不那个呀，我做这么多工作了。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其实很简单，因为现在处于新婚的磨合期，我们叫婚姻的初始期。初始状态的时候，会有一个不自觉的争夺家中主动权的这样一个时间点。那我觉得不用争，因为未来的日子一定是一部分事情一个人说了算，另外一部分事情另外一个人说了算。然后关于家庭财产，毕竟是两个人的钱，你无权一个人动它去干嘛，而且你也一定要有风险意识，不能太保守，也不能太激进，然后找出一个你们都能接受的方法。我倒是觉着这钱搂住了，你们新婚也就1年吧？对，在公开场合，你的新婚丈夫跟我们形容你的时候，他的措辞，他抠，他就对自己大方，他懒。当然，如果他不懒，他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这是你原话。是这样啊，又高又帅。现在你妻子跟你结婚了，结了1年了，他把你们钱都给你了，你要投资要亏喽，亏的是这家。你投资要赚了，那可是一个又高又帅又有钱的人喽。对于你新婚妻子来说，好像咱都得留神，您觉得呢？对吧？所以我建议那钱搂住了，别给。投资这事儿我挺感兴趣。黄金这东西它不是投机的，它不是炒黄金，他观察这件事情已经1年多了，我认为就叫商量。他有了了解，做了工作，有了数据，去试图说服这位金主。他们家谁做主？我认为就是他做主，是女士。所以不就是在洗脑吗？所以这叫商量啊。这咋叫商量呢？你未经我同意把80%的理财全卖了啊！注意啊，注意逻辑，我还没说到那一步呢。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充分的调研，并且结果是好的，对还是不对？目前看是对的。当然是目前啊！你为什么不能听一个有成功经验的人去再复制这个成功的机会？为什么不？好，刚才雷鸣老师说，你老公背着你不知道去投资了，对不对？但是请问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听我的吗？我不听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不听对不对？对呀。你不尊重我呀？
为什么我要听你的就要尊重你？我们是不是要在一一件事情出现问题的时候商量的时候，我们应该听对的那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对错这件事情，没有结果，当然没有对错，就是立场，对不对？对，那不就打仗了吗？所以就用另外一种方式，实际上告诉你，我投资成功了，你在我投资这件事情上，你认可不认可我的能力？只是一次的成功，不一定意味着。所以成功是需要验证的，是需要你永远固步验自封，你怎么去发展？但是你在目前这个阶段，我觉得是不可以去用这些钱去投资去闯的，因为你现在没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存款，你怎么去拿这些钱去赌呢？这不是赌，千万不要偷换概念。他已经做了1年的分析了，大势如此，你却视而不见，你是在装睡。我没有明明那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去承认说，老公，你这件事做得棒？能不能说你未经我同意把所有的钱，夫妻共同财产的80%拿去投资了这件事儿，你成不成功我都不能认可你。我们是夫妻，我们不是在谈一个人挣钱能力的强弱。对。我们谈的是夫妻关系。曲薇老师他这个的意思就有点像，就像我们要是在买什么银行的理财产品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做一个风险告知。风险评估你自己要做题，看你是属于高风险回报型人群还是低风险人群， 对吗？所以他俩明显是2种人群，没有谁对，没有谁错，所以不能说因为我投资成功了，你这个低风险承受力的人也得跟我一样进行高风险回报，他的承受不了。首先，女士，你是因为不了解，对，你也不愿意去了解。对，投资黄金，它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它不是在投机。你要能听进去了，我跟你说，别说1年，就这么一会儿，其实你懂了一些了。你要真像你听我说话这样，你去听他说话，你们俩之间早没有矛盾了，对吗？哎，这是你应该调整的。其实你看，2位老师刚才争得面红耳赤的，对吧？你们不要觉得这是一种有情绪的争执，其实他们很理智，只是说2位老师的争执代表你们2方不理解的一面。少见啊，就我们台上吵的比你们俩还激烈，但是确实是这个是一种婚姻的现在的一个现状啊。这个你们俩待会儿就那儿歇会儿，好不好？然后我们听听今天另外一组嘉宾他们遇到的问题，好吧？好，请2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叶先生25岁，现居广州，程序员；邓女士25岁，现居广州，护士。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觉得办了9席没领证，算真正的夫妻吗？在我的心里算的，感情是真的，仪式办了就够了。法律那张纸不能够给我的事业安全感。你认为你在家里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个夹心饼干，2边都不想伤害，结果2边对我有怨气。现在我里外都不是人了。你说要把小家放第1位，那为什么在彩礼上又要顺从父母的面子？这并不矛盾呀，要彩礼是为了让我的父母安心，那我也考虑了他的家里情况，所以彩礼我也有所妥协呀。你还爱对方吗？这段9年的感情，最大的敌人是什么？爱肯定是爱啊，现在最大的敌人是压力吧，父母的压力，还有他的压力，还有我自己能力不足的压力，我根本消化不了这些压力。你们2个人在一起9年了呀？对。现在结婚多长时间了？1年，去年结婚的。哦，那这恋爱长跑应该相当了解对方和彼此啊，对吧？对。那怎么还来到爱情保卫战了呢？是这样嘛，就确实我们俩对彼此是比较了解的，但是确实也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是年轻，还是说我们没有把婚姻可能想得很彻底，因为我们结婚也是比较冲动的，去年是本命年，然后我们2个就是想本命年结婚，然后结婚以后呢，就发现一些问题吧。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结了婚，那他就得听我的，就得跟我站在一边。他就觉得呢，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他父母，所以我就想来到节目问一问啊。这个咱从就是开始办婚礼这块开始说吧。之前的什么彩礼呀，什么这些问题出问题了吗？有的，因为我们都是小县城来的嘛，然后我自己家里情况可能没他们家这么好，然后他们家可能要的比较多一点，然后我家就可能拿不出来这么多。我们那里一般来说是要20-30万的，然后最终我们协商结果是给了他们家一个18万多。因为我家里自己还有个弟弟，然后我家不可能说倾尽所有为我一个人。这个彩礼是给到父母还是你们2个人留着启动资金啊？家庭的没有，是给到他父母那边去了。这事儿姑娘这儿过去了吗？
我其实本来觉得是过去了，因为是商量了，是给了，婚礼也办完了，对吧？也走到现在了。但他有时候总是会说我，说不管给的多或者少，那我们是按照传统习俗来举办的婚礼，你是嫁到我们家来了，那你就得听我的。可是我觉得，那我本来就像他说的，我们那边可能20万、30万，或者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这个，那我也有去跟我爸妈讲啊，我说那就少一点，你看最后是在一个中间大家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对不对？那我就觉得不完全属于什么婚嫁，那我们两个就是应该以我们为主啊，对吧？我父母也有妥协啊，我父母没有妥协吗？然后他就总是说什么我父母只是相当于丢了一点面子，他父母就是得付出很多的努力。他提什么要求了吗？就是为什么会让你心里又激起这样的一个波澜？他就是会说我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新婚第3天哈，然后呢我们那边有个习俗是第3天可以回到自己家里嘛，我就很高兴，我说哎呀明天要回家了，我就很高兴。然后他妈妈听见他就说不能说回家，要说回娘家。然后我就讲回娘家跟回家有什么区别？然后有时候我老公就说我那你都是嫁到我们家来了，那你就得就是好像尊重他爸妈。可是我觉得这是有什么尊重不尊重的？我说一句回娘家，你妈能掉块肉？你们是跟他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吗？现在是住一起。就是我们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外地生活，大部分时间是我们俩，但是可能过年过节呀，或者说放假呀，我们就会回到本地，然后跟他父母一起生活。所以你每次回去都是回到你公婆家还是回娘家呢？回到公婆家。也不能回去看爸爸妈妈呀？可以回。就我们也经常会去他家，就比如回去，甚至可以说回去第一面就是先去见他爸妈。那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边是这样，就是我家和他家，就是我们家乡的实际距离，其实只有2-3公里吧，可能开车10分钟，大概这样子，所以很近。然后呢，他父母嘛，因为是还需要工作，然后我父母呢是开夜宵店的，所以我父母就是白天的时间会比较充裕，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会回到我家去吃饭呀，或者生活，然后晚上可能回他家住，或者晚上他爸妈回来了煮了饭，我们就回去吃饭。回娘家这么频繁，会有意见吗？我是这样觉得，比如说在饭桌上哈，他们有时候会提到这个事，说你们不用总是回娘家。什么叫娘家婆家？那我这样说又能怎么样？因为这是你在意的事情啊，因为他们老一辈思想跟我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他们也在意这种像是吧这种说法呀。那你为什么要站在他们那边呢？你为什么不站在我那边呢？我并没有站在他那边，我也跟他们。那你也什么都没说不是吗？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呀。那你说呀。我跟他们已经说过了，但是没用啊。他们那些思想，我们不可能说要他们强行改变过来吧？感觉好像你们俩人在一起，就是女生会更强势一些，是吧？确实是。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很大部分他都可以听我的，尊重我。然后我感觉结了婚以后，有一点点变化吧，所以让我很不适应。而且像您看到的，我们也谈了那么久，并不是1天2天，他也不是第一次知道我这个性格。在结婚之前，他都有了解到。那为什么结了婚以后，他就不能这样呢？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想？那婚前你是骗我的呢？你们是先领的证还是先办的婚礼啊？没领证，还没领证，我们什么没领证？对，你俩到现在没领证呢？对，为啥不领证啊？都1年了，办完婚礼。其实主要是我不想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担心领了证会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可能别人听到我就是结婚啦，就会担心我马上要去生孩子，然后就会让我没有竞争机会，或者说我如果要换工作就不是很好换。而且其实我们两个现在也没有什么很多财产，也不存在财产分割，那我觉得结婚证就是一纸证明，我觉得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除了给孩子上户口以外没有任何作用。那你找人家要那么多彩礼？对，你收彩礼了。而且没有任何单位要看你结婚证的。对呀，谁要看你结婚证？我也不能骗单位啊！我说我没有领证。那你现在就是在骗单位呀！你现在就是你明明是结了婚了呀！你还收了人彩礼啊！对呀，我问你，你有生孩子的计划吗？没有，我也不想生孩子。所以你是骗彩礼的喽？我骗他了吗？你可以问他，我以前我就跟他说了呀，他是同意的呀。好，你打算什么时候领证啊？其实我就是想攒点钱，就是攒一部分，可能就像10万、20万，大概这个样子。我觉得可以。是谁提出本命年必须要办婚礼的？是他想结。其实刚开始是我想的，因为我觉得本命年嘛，然后我们也想冲动一下，然后就结婚了。你领结婚证和挣钱这不矛盾啊。但是彩礼没给到位，所以这个证你就不能领。这个话其实我们是有商量过的，
因为我也知道他这个具体原因，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嘛。对，就是你同意的是吧？你是被忽悠了吧？首先婚礼之前我就有跟他讲原因，他是赞同的。第二个也是我们出社会没有多久，我们俩现在并不是说谁就我可以赚很多，或者他可以赚很多。如果他可以赚很多，可以赚到足够支撑我们家里这个钱，今天你一说，咱今天就去领，没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是我们俩都得一起赚钱，才能维持这个家的生活。所以说，在结婚之前，我有跟他说，我说可能咱们能不能先不领证，哪怕要办婚礼，如果你能接受，那咱就结婚；如果你确实不能，那我们也可以就继续谈着嘛。双方父母对这个事儿怎么看？不领证这个事儿？对。我父母无所谓，男生父母知道吗？知道，就是因为他们老是就是旁敲侧击的跟我说嘛，这回事就催他领。对，但是你着急吗？我其实说实话，我自己是不着急的，因为我们俩是有感情基础在的。我也多次跟我们父母去解释过了这个原因嘛，但是他们还是心里不安，所以说我们之前跟他讲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不领证，哎，他们根本不接受，见我们一次说一次，见我们一次说一次，是不是也会说，比如什么问你们什么时候生孩子呀什么的，你们俩未来的规划，对吧？对，因为我又不生孩子又不领证，我也理解，确实对方父母难免有一些担心。可是问题是，那现在生孩子不比以前，你好像生下来怎么样他都能带大，可是我们就是普通家庭啊，根本就没有人可以托举我们俩，他有弟弟。我也有弟弟妹妹，两边家庭根本没人来托举，我们生了孩子完全就是靠自己。又说，哎呀，生下来就大了，看着看着就大了，这不是无稽之谈吗？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没钱。哎，那你那18.8万不是钱呀？是钱啊，我能拿到吗？难道我就不是被这个什么传统习俗所裹挟吗？我能拿到吗？这钱是给你们家了，对吧？对，给到父母那儿了。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假如说呸，你俩分开了，这钱退吗？这个的话，其实我也没有具体问过，我也不太了解。但是可能据以前的现在有那个执行，就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这个赠与，如果婚姻不能缔结，你们到现在没领结婚证，就是在法律上你们俩没结婚啊，对，这个钱是要退的。现在其实问题就是在于我父母那边会给我一些压力吧，然后就压力是什么？就比如说催我们俩领证，对，还有要孩子，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平衡我们的关系。有时候吵急了，他就说：“那你不就是嫁给我啦？那你不就是我们也是按传统习俗办了呀？”可是我觉得我也很委屈啊，我也有妥协呀。你知道那时候就是彩礼这个事，我的所有邻居都来说我一点都不值钱，上赶着嫁出去。那我就不委屈吗？就是你说彩礼这个事，我承认我是拿了，我也没话可说。那我们两个自己呢？那我的钱我是不是拿出来跟你一起用，对吧？而且在父母那边，所有人都在说是他养着我，是他在为这个家里付出，我也从来不反驳呀。可是现在事实你自己不知道吗？那到底是谁在为这个家负担的更多呢？现在确实是你负担更多，但是我也一直在努力啊。对啊，所以我没有怪过你啊。那你为什么要怪我彩礼拿得多？我是骗你了吗？我没有说怪你彩礼拿得多，是我家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的彩礼，因为这些都是需要靠我家去为我付出的呀。那你别娶老婆呀！来打住一下啊！今天你俩来这儿要我们帮你们解决啥问题呢？就是我希望他能就是在他爸妈去说我的一些点的时候，去跟他爸妈好好讲一下到底原因是什么。然后不管他接不接受，我都更希望他站在我这边，因为我觉得以后要过日子的是我们俩，而不是他父母。来，那男生你今天来这是啥诉求呢？我就希望他能跟我父母亲密一点嘛，就不要太生疏感觉。不是，这里有原则矛盾冲突，这怎么亲密啊？老人家知道彩礼都给了，结婚证没领，孩子不生，老人家都知道。你让你身边这位女性去跟都明白的爹妈去搞好关系，这事儿难了。其实现实中他们没有什么矛盾，因为都是我父母跟我讲的，没有当面跟着他说。邓女士跟你父母没有矛盾？是的。那怎么没领证啊？什么时候我们能抱孙子啊？其实我们打算是近2年，但是商量，就是爸爸妈妈把彩礼都给人家了，什么时候能领证啊？这个我其实还是爸爸妈妈跟他直接聊，你觉着能好吗？所以父母都是跟我讲的，然后是我们俩再去沟通这方面的问题。我真心觉得二位啊，逢年过节少回老家。反正那个
现在今儿就是女生的意思，就是说你得维护着点我啊，你不能老不吱声啊，往后打、往后退、往后撤，你不能把我一人搁前面。对，男生的意思是希望说你能跟我父母亲近亲近。别老觉得他们好像对我们是有什么意见呀、什么的，对不对？反正就是让你跟父母关系稍微好一点。对，还有一个关系，他说他什么只是他觉得我跟他父母有矛盾，他没有矛盾。那我们两个私底下就，例如说在广州不涉及父母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提这个彩礼不彩礼呢？彩礼不管再多再少，他是不是有权利拒绝或者答应？那他答应了，我觉得这个相当于就好像一个合同，他已经得到一个契约了，为什么要反复的提呢？这个契约没达成，契约没达成啊！你不能，你就相当于是这样，你甲方和乙方俩人合作，甲方把钱打给了乙方，怕乙方不履行责任，钱收了。姑娘，我跟你说吧，你对错对象了，就是给你打钱的那叫彩礼，谁给的？他父母给的。你和他父母是应该甲方乙方，我给你彩礼，结婚证呢？你没有履约呀。对呀，你跟他谈什么？咱俩感情好，你的父母不要这样，不对。你们俩之间没有关于结婚证的矛盾，没有。像我父母也会考虑你的感受啊，他都有事，他都不当面跟你说，他都是通过我去的。哎呦，这是刚才我没好意思说，你等会儿吧，一会儿我再说吧。哎呦，你快气死我了，你快！你什么都想听他们的，那我觉得就是不应该结婚。反正我就是希望你跟我站在一边，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明白，我们俩才是一体的。我问一下，如果你们两个真的分手了，你们这不叫离婚，你们没结婚啊？结婚证是法律保证。如果你们两个分手了，那18.8万退他吗？如果真的就像您说的，我们真的走到分手这一步，我不会要他这个钱，我可以把话说到这里。好，无论用任何办法。OK，到时候一定写一张条，写好日期，双方签字要盖手印的，给他爸妈。哎，好，你俩彩礼多少钱呀？给了30。是这样，因为我是一个偏理想主义的那个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因为我看得出来两个人都是很善良的人，不存在谁算计谁什么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只要你们两个人刚才所说的那些细节，我觉得非常的无聊，就是你们俩没有一个方向。就像你刚才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有一点我听进去了，就是说什么生孩子、结婚，就是因为归结一个字就是没钱，就是钱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你俩就定一个目标，我就要干啥？买黄金。不是这个倒不一样。我觉得有句话，我一个老大哥说句话叫"家贫最怕出顺子"。我同意这个老师刚才的这个话，就是少回家。就是我觉得父母并不需要你们两个人每天去照顾他们，对吧？自己有完全的这个行动能力。就是你们两个人现在就是要奋斗的时候，不要管别人怎么说，酸甜苦辣自己知道。你们两个人开心最重要。男孩提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对于他来讲，总会觉得我花这个钱，让我爸妈花这个钱是为了娶媳妇儿的，对吧？娶回来的媳妇儿，按照传统意义上来讲，也是逢年过节跟我回家。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再生个娃，对吧？可是你连基础的一个结婚证都没有跟人家领，你在这一个上你会让男生有不安全感，而你平时又总扬言的这一种独立性啊、工作啊，并且最重要的是，你嫌弃他父母和嫌弃他。我没有嫌弃。你有，你没看上他爸妈，因为他爸妈彩礼都不能给竹数，他真差。因为他自己都不能够存够彩礼，跟他爸妈一起凑一个足数。他们一伙人加起来都只能给我的彩礼打折又打折，这样的家庭我怎么可能不轻视你们呢？就因为这种轻视，才会使他理直气壮地告诉你说，我就不想跟你爸你妈讨论，我就希望所有的事情你站在我面前去对抗他们。因为轻视，他不但不领情，你的父母给了10几万，这是毕生积蓄的彩礼，他还认为给的不够。而这种轻视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因为你们确实没能力娶她，你就是没有金刚钻，却偏要揽这个瓷器活，揽完了以后自己一天到晚唉声叹气。你们为什么要组建家庭？他在答应跟你结婚的那一瞬间，他是讲了义气，也讲了感情，但是讲完之后，他自己最后那点理性告诉他，我不是一个可以跟他过那种生活的女人，我要过的是我期待的人生，所以我不会委身于你。我最后的坚持的底线就是那张结婚证，只要结婚证我没有拿到手，我就还有机会走。这不就是他给自己留的出口吗？
而这么长时间他还在看什么？就是看你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他认为靠得住的人。比如挣钱比他多，在经济上碾压他了，他口口声声不是在说吗？生孩子是得要钱养的嘛。第二个就是你得在态度上让他觉得靠得住，这就是他提出的，你要么得向着我说话。什么叫态度上靠得住？是指我明明觉得欠了父母的，但也在这个时候自己去解决父母的所有问题，不把我的负面情绪流露给我的未婚妻。可是你总把负面情绪留给未婚妻，因此他觉得你从来没有挡在他的公婆和他之间，而是你是公婆的传话筒。所以这2点你好歹得成为1点，这个妻子才不会走，否则的话你会鸡飞蛋打。当然了，这个彩礼会还回来的，姑娘应该也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就算她父母不还，她会咬着牙用自己的工资一点点的抠，也会还给你，不欠你的。怎么做您自己想吧。我听说过中国大部分的工作企业招收员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对女性要求问你有要孩子的打算吗？你的孕期打算放在什么时候？因为那样会耽误工作，对吧？好多工作，但是大部分单位觉得你已婚是一种生活稳定的表现。然后我现在再问你，你也跟他一样觉得只要不领证工作就会越来越好吗？哪怕咱俩人就办了酒席了什么的，我不需要这个结婚证，你也会觉得他的工作会越来越好吗？没有。那你为什么还要同意他这一点呢？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们俩恋爱长跑加上结婚9年，你对他已经习惯了，你信任他支持他，对吗？可以这么理解吗？加上他的性格，其实他挺能言善辩的，而且他很独立。对，从他的表达能力来说，你比较闷，没什么话。是。那我说基于这一点，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是的。听见了吗？一切都是基于对你的信任，但是你在这个舞台上没有给他父母足够的尊重。你有替他考虑过吗？你的父母非常的伟大，你知道我想说哪一点吗？你自己刚才亲口说的，你的父母从来没有正面跟他发生过冲突，他在给你留着面子。他也在给你留着面子，因为他父母知道你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如果一旦当你的面就面对面质问你们什么时候领证，你会有无数的大道理跟言论当着他的面去说服他的父母。你觉得他这个闷葫芦的脾气，他是帮他父母还是帮你？如果他说你别说了，你马上就会说你为什么不向着我？如果他帮你了，他父母会不会很伤心？所以你的父母没有把你逼到这个绝路上，心甘情愿掏出这个彩礼，便宜你说了，邻居都传，那么便宜的就把姑娘嫁出去了，要没要啊？刚才是谁亲口说的？这像合同一样，已经成立了，生效了。而且我告诉你，如果你现在不领证的情况下，你们俩是不是一块打工在广州啊？你们俩是不是住在一块啊？如果你们俩极其意外的怀上了孩子，你请假了，单位问你干什么？如果发现你是因为意外怀孕请的假，你觉得公司觉不觉得你在欺骗？会吧。如果你领了证了，意外怀孕了，但是这孩子我不想要，公司我想请1天假2天假，我休息，公司是不是会理解？我说了，姑娘，你有一点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就在于你既要又要，说白了，你看不上他，你觉得你是在下家，你对于自己未来生活的欲望非常的大，非常的强烈。你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你才可能去走进婚姻，但这段8年的感情你又割舍不掉，所以拖延政策，先办婚礼不领证。这个事儿既然你已经受益了，你还不让别人说吗？说白了，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是个骗子，这个男人依然维护你，你还对这个维护你的男人提1、2、3、4、5的要求，你说他爸他妈心里能舒服吗？那肯定不舒服呀。所以怎么维护你？你今天来这儿的诉求是你以后要在爸妈面前维护我，他说服不了他自己的内心啊，他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姑娘，见好就收，差不多得了，就这样。小叶，是你爸你妈催你结婚吗？不是，他自己要结，不是爸爸妈妈催的，
不是。那你为什么要在本命年非得跟旁边的小邓结婚？因为我们是有爱的呀。所以是因为你爱他，所以要在本命年结婚。然后你跟他商量了是吧？不是他爸妈催他的，不是不是他爸妈催他的，是这样啊。你既然说你在本命年的时候你是爱他的，你是想跟他结婚的，你想要结婚证吗？肯定是想要的啊。现在跟你女朋友说我要结婚证，说啊。尽早去领结婚证好吗？那好，你点头了是吗？二位带身份证了吧？带了。大家知道拿着身份证出去，就在天津非户口所在地，双方仅凭自己的身份证就能登记结婚，知道吗？不需要户口。不知道，之前没有去了解过。哦，不知道啊。那我现在告诉你，现在你拿着你的身份证，跟你的男朋友2个人2张合法身份证，你们2个25岁了，岁数都够，就能登记结婚。小叶，你明天想领去吗？想啊。小邓，你明天愿意领去吗？我愿意领啊。好嘞，那明天能领吗？不能，不能要求就是明天吧。小邓，小邓是这样啊，你随便说。我要跟小叶说句话，你是长子吧？对。你现在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是什么？他就不跟你领了，你干嘛？因为你自己的想法，你的父母拿出来18万多，你还有一弟弟，18万多，咱们1个月还3000，咱们一天打个2、3份工，干得过来吗？5年能还上吗？不一定。那就还呗。5年以后你30，再谈恋爱再结婚来得及吗？这肯定来不及了。肯定来不及啦。哎呦喂，这个好像你老公就是30岁跟你认识的是吧？然后今年他32、33对吧？然后现在结婚1年了是吧？哦，来得及吗？其实我是你自己的想法，你为自己青春时候8年感情去买了单了，你爸爸妈妈给你钱了，你作为长子应该干嘛？肯定去弥补我的父母啊。对呀，打好了这个主意，别再催他，知道吗？有些不想跟你领证的人，你催他，越催他越完蛋，知道吗？哦，我懂了。其实我倒对你们之间感情啊，我觉得没啥问题。但是女生你做错了3件事儿，你一定要认。认了这3件事儿，你们之间感情更上一层楼。第一个事儿，你自己亲身经历过，因为说我是已婚的，然后这家公司面试就没有通过的事儿吗？亲身经历过吗？没有。道听途说。对。用此掩盖，其实你可能在能力啊，在经验方面的不足，找一个借口嘛。这件事情不成立的。第二，进入到一家公司，的确是不会看你的结婚证，但一定会做一个动作，给你一张表让你填，姓名、性别、年龄，然后有一行叫婚姻状态，你填的是什么？未婚。未婚。当你写下这2个字的时候，你恰恰犯了一个职场上的大忌。公司的确不会以你婚否来决定任用与否。但对于一个员工来说，最看重的是什么？诚实。是的。所以当你写下那2个字的时候，你已经做出了违背任何一家公司的最基本的对员工的要求，你心中是有愧的。第三，你明明是已经拿到了18万8的彩礼，却对他的父母没有丝毫的愧疚。不仅如此，你还在强调我回家和回娘家有什么区别，然后还得说来，你们的儿子在站在我身边支持我。你做错了，你是愧对那个份彩礼的，你是愧对老人家对你的期待和认可的。你做错3件事儿，如果你认了，你们之间感情会更上一层楼的。好，那请2组嘉宾回到门后。好，那么我们在看第1组嘉宾的结果之前呢，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大家也可以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来吧，我们来揭晓今天第1组嘉宾他们的结果了啊！来，3、2、1，请开门。
啊，人就站这儿等着呢。对他俩就没动静儿。对，就听他俩咋说吧。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之前确实我有一点激进了，尤其是在他不理解我、不听我话的时候，我反而更加激进。但是通过今天各位老师说的这些开导的话之后，我觉得以后就是要多一份耐心，毕竟是自己的爱人。通过这位老师，主要是这位老师的想法吧，我觉得以后可能他如果再跟我提一些关于理财啊、赚钱方面的事情，我可以试着去理解一下，然后试着投入一部分，不要完全的保守。曲总说话管用了呀，但是前提是他不再说是背着我去行动啊。很多时候是这样哈，我们因为不了解，所以恐惧。是，我们去了解，就发现哦。原来不是我想的那样，这我们两个人不都进了一步了吗？好了，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好好过日子吧，刚刚开始的婚姻生活，婚姻不易啊。相互珍惜，谢谢你们。好，谢谢各位老师。来，好，谢谢。这边请。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今天第2组嘉宾他们的结果怎么样了。好啦，我们来看看他们结果如何，请开门。啊！吓死我！以为吓我一跳，对，我以为他俩走了呢。有啥想说的吗？是这样，我想了一下，确实可能是我自己没有去求证，我就以为可能不领证就是会对工作或者什么设限。但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各位老师说的挺有道理的，也没有必要给自己设限。而且我确定，我就是想跟他一起，就是过未来的日子，所以我愿意去领证，哪怕就是真的面临到可能找不到工作，我也愿意去试一把，因为不去求证，怎么能知道呢？对吧？亲爱的，环境没有这样。你呀，跟面试的面试官说呢，就是哎，我已婚，他一定会问你最近有没有想生小孩的计划。你说没有，不就完了吗？对。而且无论工作还是婚姻还是家庭，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部分，我们都要有，但是都不能说为了什么而舍弃什么，对吧？好了。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好，请亮灯。祝你们幸福啊！祝你们幸福，谢谢你们啊！来这边请。我们下期再见。